当大家看到这棵树榆的时候，先祝大家年年有余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而当地菲律宾渔民却在海里直接种起了树，1天后树枝上竟然挂满了小鱼。这是当地渔民传统留下来的树鱼钓法。布置树鱼钓法之前，先准备好一棵干枯的小树，同时还要准备好几十根带有鱼绳的鱼钩。为了能让小树沉入海底，必须在树根上绑上一个巨大的石头，这是海底种树的最主要一个步骤。固定好树根后，便在树枝的每个插口处绑上一根鱼钩，每增加一根鱼钩，都为他们提高上鱼的效率。7岁的小男孩也在一旁帮忙。在菲律宾，3岁开始赶海已经不足为奇了。为了传承这种古老的树鱼钓法，还现场制作这种钓法。在挂鱼钩的时候，小男孩还准备一些鱼幼，这些鱼肉便是鱼钩上的诱饵。为了确保每根鱼钩都能中鱼，逐一将所有的鱼钩挂上鱼饵。小男孩也要进行操作，为他未来制作树鱼钩法增加了制作经验。鱼钩会按一定的距离悬挂在树枝上，10几分钟后将所有的鱼钩挂满了鱼肉。整个树鱼钓钩制作过程大约花费了40分钟。为了确保每根鱼钩都挂着鱼肉，必须进行一轮的观察。一旦发现空钩，便立马挂上鱼饵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就可以将小树拿到船上。挂满鱼肉的树枝看起来非常的漂亮。开船来到特定的海域后，便可以将小树沉入海底。这片海域的海水非常的清澈，为了确保小树缓慢的下沉，上方会有人进行牵扯。整棵树沉入水中后，渔民立马下水，将整个小树安置在特定的区域。整棵小树刚好被周围的礁石包围住。浮出水面换气后的渔民继续沉下水查看，可以看到整棵小树被周围的海鲜渔获包围起来。靠近可以看到，海鲜们正在享受树鱼钓钩带来的海鲜大餐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因为贪吃了一口鱼肉，反而把自己的生命也搭上了。为了引入更多的鱼获靠近觅食，在树上方撒上早已剁好的肉泥，鱼腥味会快速的引入附近的鱼儿靠近觅食。而这里的资源并没有让他们失望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等待的就是海鲜渔获自动上钩，开船回到岸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重新开车回到安置树鱼钓钩的地方，戴好潜水眼镜后就下水查看。下方的场景让他露出了笑容和竖起大拇指，可以清晰看到整棵树满满当当挂满了鱼饵。水下种树长满鱼的场景非常的罕见，如果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科技和狠活的杰作。虽然不是每个鱼钩都能中鱼，但这种上鱼的效率还是挺高的。为了将树拖上船，还准备了一根绳索，将绳索绑在树枝上，就可以将整棵树拖出水面。小男孩也在船上进行帮忙。虽然整棵树在水底下，但还是挺沉的。随着绳索不断的收回，整棵树开始慢慢的被拖到船上。上钩的鱼也坐上了鱼生中第一次全自动电梯。这里的水质非常的清澈，能看清海底的一切事物。鱼儿虽然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，但它们早已经无力挣扎了。拖上水面的一瞬间，让父子俩也非常的兴奋。虽然很久没做过这种树鱼钓法，但这种上鱼的速度也是非常高，还可以重复利用。靠海吃海的渔民想出各种办法来维持生活。这种古老的树鱼钓法是他们祖先流传下来的。小男孩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也是非常的兴奋，希望大家看到这棵树鱼后都能年年有余，幸福快乐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也希望大家种下善果，为未来的道路铺下路基。整理好后就开船回到岸上。还没回到岸上，所有的鱼已经板直。回到岸后就将整棵树拿到岸边，拿到岸上看得更加清楚。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小鱼，小男孩也在一旁拍照留念。每根鱼钩上都挂着不同品种的小鱼，不同品种的鱼皮肤颜色也各不相同，橙色的小鱼特别显眼。一番欣赏过后就可以取下小鱼，有些小鱼还是活的，挣扎中只能原地打转，就因为贪吃了一口鱼肉，把自己的肉身也挂在树上。取下鱼上钩的鱼也要花点时间，鱼儿虽然不大，但也是他们经济的来源，不仅能填饱自己的肚子，还能为他们增加一份利润。取下鱼钩时，鱼儿感受到疼痛后不断的挣扎起来，很快收集了满满一大筐海鲜鱼货。取下所有鱼后的小树还可以重复利用，拿着满满一大筐鱼货来到海边进行清洗。清洗好的海鲜鱼货在附近进行烧烤，这就是赶海人的乐趣。清洗好的小鱼去鳞解剖，3个人进行分工合作。处理好的鱼货还撒上食盐进行调配。当树枝烧成炭后，就可以将小鱼放到烤架里进行烧烤。为了让野炊不那么单调，还准备了各种配料，同时隔壁还准备了一锅饭。10几分钟后，小鱼被烤得外焦里嫩，将烤好的鱼放到铁盘里，准备好的蔬菜也要一同煮来吃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直接开始。在野外野炊还能吃到新鲜的海鲜鱼货，享受赶海带来的刺激。
同时还能填饱肚子，这样的赶海生活谁不爱？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